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肉姐睡着了？不是的，我们现在是刚从家里出来，因为现在是她睡觉的时间，所以她很困，在路上。肉爸之前就跟他的姐姐约好了今天去看他，然后肉肉在家里睡过头了，我们只能把他从床上扒下来。这里的风俗和文化就是这样子，你去别人家里拜访，比较礼貌的时间就是9点钟左右，因为他们也做完礼拜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请你吃饭的话，你去早了没有用，因为他们那边吃饭就是11点、10点、11点这样子时间，晚上。像走亲戚的话，他们一定会拉着你吃一个晚饭，便饭，是吃个便饭，不属于请客的那种。很多粉丝让我拍一下沙特人普通家庭的话，他们家里的摆设和装修风格。在沙特，你看他们的门尺寸跟中国不一样，特别宽。三姐这个房子，他们是一个第一层的公寓楼，他们是其中的一层。这个是进门的一个玄关，他们进门的玄关都挺大的，会放一些椅子啊、小茶几什么的。然后往左边这边进来的话，是他们一个偏厅，这个小厅一般就是自己家人坐一下，然后他们没有客人的时候，都基本活动范围就是在这个地方。房间我就不拍了，我就拍一下客厅。我在视频的最后面给你们看看我婆婆的房间吧，是之前去婆婆那边拍的。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家里的小摆件特别多。他又换了一个壶，每一次来他家，他的壶都是不一样的，咖啡壶。然后这个三姐她很喜欢一些小摆件，而且我确定除了一些电器以外，大部分99%以上的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连沙发、桌子这些东西都是，包括灯，全是中国制造的。就是入门了以后坐下来，就是上一杯阿拉伯咖啡，这是一个礼节，然后还要放甜品，还要放他们的椰枣。肉肉很喜欢去姑姑们家里，因为去到姑姑们家里，他们给他巧克力，给他零食，而且到处都是，而且他们都不会限制他。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什么甜品都没有，我都不会放在外面的。也不是我苛刻他，就是真的这边吃甜品的几率太大了，还有巧克力，还有糖。他们这边喜欢小朋友，就是只要是喜欢一个小朋友，他们就会马上给他糖，给他巧克力，代表他很喜欢这个孩子。我们有时候去逛街也是，那边的营业员就看到肉肉很喜欢，就会去噔噔噔噔拿出一个巧克力给他，其实是表示自己的喜爱。这个甜品是我之前都介绍过的，他们这边很受欢迎的一个甜品，但是的确挺好吃，我也很喜欢吃。这个三姐她买的新的那个什么香，可以点着的那种香，我说这不是就是跟中国一样的那个小小的一点就着的那个香吗？只是换了个造型而已，还没那么贵。然后再吃口饭，他们这边现在已经是11点多钟了，他们的吃饭时间实在有点吃不下，然后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说要走，肉不肯走，现在耍赖，困得不行了，我们都。你看到家了以后就是躺着不愿意动，非要我去抱他。就基本上只要是晚上我们出门就是这种状态，躺着去躺着回来，到了以后就是拼命吃甜品。视频最后给你们看看在我婆婆家的其中2个房间，这个是四姐姐的房间，其他人家里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婆婆家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在娘家都是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的，按照自己的喜好风格装修家具都是自己弄的。给你们看一下，他们梳妆台上每一个房间里面都会放一个盒子，盒子里面都会有沉香。我们家里也有很多。这个是经过我婆婆同意后才拍的啊，这个是我婆婆的房间，我给你们拍一下。我婆婆超级爱整洁，超级干净，房间布置也挺少女的呀。好啦，就到这里啦，散会。
在沙特阿拉伯，我作为一个外来民族的媳妇儿，跟沙特婆婆和小姑子们的相处，给我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甚至因为他们的存在，给我自己的丈夫都加了好多分。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我们之间有着一种息息相应的感觉。在婆婆家的时间已经开始要倒计时了，因为我们要去沙特的利雅得，为我们回国做一些准备。所以呢，今天又一大家子人全部都要去四姐姐那边。所以准备6点多钟解封的时候呢，我们随便吃点点心，喝点水，准备一下晚上去四姐家里吃饭。今天晚上只有女孩子和小孩子，男生自己安排。我老公今天跟我说，有好多阿姨私信给他说让大龙给他们找一下女婿。就是他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表情就让我觉得很好笑，因为都是阿姨们，又是女孩子，都是小仙女，然后呢，他又不知道怎么回复，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给他们去找老公。我就对他说了一句，我帮不了你。但是呢，通过这件事情呢，我又自己反思了很多，是不是我的视频解除了很多人的偏见和误解，但是又造成了另外一部分人的误解。我相信关注我比较久的人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改观的，但是我不希望我的视频又造成了其他的一些误会。首先，第一，大家看事情、看视频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要看它的重点在哪里，永远都不要给自己设限，哪里的人适合做老公，哪里的人适合做老婆，不科学。镜头里面的生活都是让人向往的，但是镜头以外的他们的生活，你们根本就看不见。你在一个全新的国度，没有你自己的父母，没有家人的支持，也没有朋友，也没有闺蜜，就是懂吗？就是孤独。你的老公对你再好，你的孩子再听话，你就是孤独的。好，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如果你很幸运碰到一个老公，他对你很好，一心一意的，家里条件也特别好，能够让你衣食无忧，那万一呢？万一你碰到一个沙特版海王怎么办呢？同时跟其他3个女人一起分享你的丈夫，哪怕是他给你一个宫殿住着，你能开心吗？你可以开心1个月，你可以开心1年，你能开心1辈子吗？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不完整的家庭。不完整的家庭不是说我离婚了，不完整的家庭是我有老公，但是我老公不能全心全意的爱我，跟同父异母的孩子分享父爱，那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然，如果你的女儿能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可以考虑的。第一，她的语言没有问题；第二，她有独立的经济收入；第三，有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我说的是婆媳关系、小姑子关系、妯娌关系。第四，如果你老公是个海王，有2心，你随时随地有这个勇气离开，并且自己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好。第五，愿意忍受孤独，远离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第六，最重要的就是他愿意放弃中国的美食还有美景，像那种时不时的要招待几10个人吃个饭的技能，我跟你说，这个都是小事情，实在不行你让你老公在外面订，对吧？我也经常干这种事情。当然，我跟大龙能够在中国定居，能够在中国创业，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让我觉得更加被眷顾的是，因为大龙家里人都非常明事理，特别是我婆婆，我非常能够理解我的婆婆，其实她是非常希望她的儿子能够留在她身边的，但是我婆婆又很理解我们的工作又在那边，而且我自己的父母就只有2个孩子，一个在美国，那一个在沙特，我父母怎么办？我们在沙特所有一切的便利和舒适，其实回到中国以后都是不存在的。我是绝对不会为了取悦别人让自己委屈，你要取悦别人，你先要取悦你自己，你自己开心了，你才会让别人开心。所以我一点都不提倡那种走一步算一步，问题肯定是一大堆。后面表面风光不一定背后沧桑，但是一定有很多的不便之处和隐忍。我本来给你们讲讲今天晚上去四姐家里做客的一些情况，扯了一大堆，因为我真的担心你们看视频看跑偏了。四姐非要我试一下这个沉香油，我就告诉你们，中国人应该都受不了。我是有点闻习惯了，所以不至于那么反感。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去利雅得准备回国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大龙的很多姐姐跟我最后的道别，哎呀，大家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也是真的很久没有那样哭了。他们非常舍不得肉肉，当我看到他们那种不舍的眼神又无能为力去阻拦的无奈，内疚感席卷而来。散会。我们要去利雅得了，去利雅得之前要跟婆婆去做个告别。告别的场景我就没有拍，因为实在下不了手，你们就发挥一下自己想象的空间吧。大龙反正是挺镇定的，其他人都是稀里哗啦的。
真的，我发现大龙家里和我家里人都是一样的，就眼泪特别不值钱，就是很会哭，但是又体现了另外一点，就是内心还是挺柔软的。我妈妈和大龙妈妈都是那种做事情风风火火，非常泼辣的，但是呢内心又很 soft， 就非常柔软。你说我们心大不大？我们到了机场才发现肉肉的推车还有肉肉的那个玩具箱都没拿，然后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司机送过来，我们就在机场里面等着，还好时间上是充足的。哎呀，我学乖了，机场里面我现在不怎么敢拍，就拍自己吧。我们到利雅得呢，有些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处理一下，还有去见姨妈，还有一些朋友，时间还是非常紧的。我发现很多人对我们2个人的工作挺感兴趣的。我之前没发是因为我不想占用大家的资源，我以为你们只是想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些风土人情嘛。那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会单独做一期视频，跟你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情就是取车，这个车是我们在网上直接租的，租金1天的话是1300块钱左右。然后按每天算，它是给你加满油的，你还回去的时候也加满油，然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检查，跟你核对车子的具体信息，应该跟国内租车差不多吧，我们在国内没租过车，不知道。那么中国人来了以后呢，他的驾照可以租车吗？好像是中国驾照不能租车，但是你可以在来之前在淘宝上去把你的驾照换一个国际驾照就可以了。我在这边跟大家澄清一下啊，很多人都说中东这边的人有一股很大的味道，真的不是的。就是说这种话的人，你要先把国籍和国家先要弄清楚再说。也许他在中东生活，但不代表他是中东的人种。因为中东大部分都为穆斯林，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信仰要求就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味道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你可能有那种生理上的，就是俗称为狐臭的，别人也会去做手术的呀。那这个事情就是不分国籍的，以前中国也很多，现在都没有了，做手术了呀。我们到了酒店，给你们看一下酒店。我们租酒店尽量，如果在外面时间久的话，我们会租有厨房的，因为肉肉他就是1天3顿饭，我就是定时定点会给他做着吃。大龙的饮食和作息时间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协调。今天给你们介绍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吧，很多中国人也许见过，但是不理解。你比方说这一个马桶旁边有个小水池，然后还挂了一个小喷头，小喷头就是用来冲屁屁的。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就是不管你是大的小的，完了以后用这个水，用流水冲会比较干净，比纸巾好呀，减少细菌滋生。女孩子和有痔疮的人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真的很好用。我在认识大龙之前，我们家里就是这种装备了，用过以后就完全没有办法改了。斋月的时候，我跟大龙白天都不吃的，就只是单独给肉肉搞点东西，下面呀，搞点鸡蛋。肉肉吃完早饭以后呢，我们就去了那个使馆指定的机构去做双阴检测。在沙特阿拉伯，你切记一点，不要让菲律宾以外的护士给你扎针，不管是抽血还是打点滴，请你指定菲律宾护士，不要问我为什么，除非你想扎好几针。肉肉在扎第2针的时候，是我指定的菲律宾护士。你看看给我抽血在哪里抽？我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面做了9次的血测，还有1次打点滴，有一部分是菲律宾人，真的没话说。阿拉伯护士呢，不是给你扎2针以上的，就是让你痛死。当然能不扎就不扎啊！散会。我估计这一期的视频应该是我录沙特以来最接地气的一次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往后面看，我毫不夸张的说，每一次我们到利雅得的行程都是巨满，倒并不是说你有多忙，而是真的我们想把时间缩得最短，不想在那边待了很久。我们一共有2个月要付，第一个就是去大龙朋友家里。大龙认识这个朋友的时候，应该是他第1次去中国上海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把车开到这个门口，他说就是这一家。虽然他也没来过，但是他告诉我，如果沙特有人把门开着，意思就是家里要来客人，非常欢迎的意思。再一次反映了在沙特其实治安是非常好的，特别安全。
大龙这个朋友他去上海也是留学，但是当时他已经结婚了，有4个孩子，第5个孩子还是在上海生的。他们当时去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沙特政府出资让他们去中国给他们的3个女儿看病，他们的3个女儿都有一种罕见血液病，是一种基因病。他们是近亲结婚，而且在婚前没有做基因检测。他们结婚的时候基因检测应该不是很普及，他们结婚有点早，他大女儿已经23岁了。在中国治疗的好几年都是靠政府资助，然后他们3个女儿同时都要换血，然后政府又帮他们到了美国，在密歇根全世界排名第2的医院里面治疗了也有2年，而且他们每一次都是一家人全部出动。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有多少个孩子？7个，现在带路的应该是老5，就是那个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因为我们稍微提前了一点点到他们家的时候，还没有到解封的时间。女主人非常风趣，很喜欢讲话，而且她是可以讲一点点英文，然后中文也是一点点，因为他们在中国留过学嘛。他们的孩子的英文非常好，在他们家跟他们聊天啊，是我1年多以来在沙特第一次可以跟人家沟通无障碍。因为他们最大的2个女儿中文还可以吧，但是他们的英文非常好，在美国也读了2年书，所以英文还是沟通起来非常流畅的，我完全不用再去迁就他们的语法和词汇。大家都在为饭前做准备，我也跟他说我也能帮忙，他就毫不推辞的给我了2个素菜沙拉吧。这个是藜麦和一些那个小西芹一起拌的东西，还有一些盐、柠檬。我真的很欣赏就是沙特人那种不讲客气的精神，你懂吗？我去帮忙的话也显得我自己不是那么见外，没那么不自在，就是要吃饭嘛，每个人要吃饭就要付出一点自己的劳动，我觉得挺公平的。看到这里我估计很多人也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家庭他们的生活跟我以往拍的有些不一样，对吧？这个就是非常普遍化和接地气的那种生活了。因为之前接触到的都是大龙他们家的亲戚，很少有机会说是去朋友家里做客，因为这个朋友跟大龙的感情还是挺好的，很想邀请我们夫妇去做客，所以我们也没有推辞。再加上家里7个孩子，其中有4个是男孩，而且4个男孩都是小的。女主人告诉我，她真的家里是买什么坏什么，坏什么就不买什么，到最后家里就啥都没有了。他们家的孩子都挺有礼貌的，而且肉肉都是见面熟，跟人家聊2句马上就可以跟人家去玩。去别人家里做客，只要是肉肉见到小朋友，我就完全不用管他了，但是饭也是不会好好吃的，只会抱着饮料喝。这个儿子应该是他们最大的儿子，应该是老4，旁边老5老7。其实看得出来他们家里的条件一般，但是女主人还是为我们准备了1只羊，而且自己亲自做的。在沙特最高规格的迎接和尊重客人就是去准备羊肉饭，但是每个家庭做出来的味道还是有点区别的。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行程，所以大龙跟我发信息说跟女主人说我要离开，他们就赶紧就是马上让他女儿去烧了个香，然后让我必须熏了以后再走。这是一个沙特阿拉伯家庭最重要的一个礼仪环节，就是每一个客人走之前就一定要跟他熏一下，因为就是表达说很欢迎你来他们家里，希望你们下次再来。这家的女主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她虽然每天都在一地鸡毛里面，每天给10个人要做3顿饭，但是她还是很乐观。同时她还有工作，是一个语文老师。她告诉我她非常想念中国。是不是这样子的家庭跟你们想象中的沙特出入还是挺大的？这就是全世界都会存在的现实生活。在沙特真的不全是金碧辉煌。我们带着睡着的肉肉赶去签合同，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多钟了。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散会。沙特阿拉伯会不会重男轻女？带你见识一下在沙特家里什么叫做人多娃多。在离开利雅得之前呢，我们还有2件事情比较重要，其中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拜访大龙的姨妈，也就是我婆婆的妹妹。他们俩的感情特别好，不是我婆婆飞过来，就是她飞过到婆婆那边去，经常见面。见了面以后就会在对方的地方小住一段时间，有时候10天半个月这样子。我们已经把酒店退房了，所以拖着行李我们就出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开斋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开着车在路上转一转，在姨妈家附近转。在没有开斋之前去别人家里是一件非常讨人嫌的事情。我们就找了一家超市备了点吃的。为什么说提前去别人家里讨人嫌啊？就是你想想看，都不吃不喝，坐在那里做什么呢？都不想讲话，然后别人主人家里还要提前做一些开斋的准备，对吧？所以我们就刚好踩点去别人家里是最好的，不要早不要晚。现在这个小朋友很好玩，他看到大龙就是非常毕恭毕敬的，这就是男人之间的打招呼。如果你是晚辈的话，你必须要走过来跟你的长辈这样子打招呼。
这个小 baby 就是跟刚才那个男孩子是兄弟俩，是姨妈的女儿生的。这个小孩子现在长得还挺好的，刚生出来的时候才2.多公斤，然后现在4个月长得特别壮了，真的实在是太好玩了，特别喜欢这么大小的小孩。你们以为我们看的是这一个小孩吗？现在又来2个，刚进来的这2个呢是姨妈儿子生的，一对双胞胎女孩子。这2个也是早产，现在是3个月，皮肤是随他们的爸啊。好像很多双胞胎都会早产，对吧？有一个是在温箱里面待了2天，有一个待了2个礼拜，所以你看姐姐小，妹妹大，左边的是姐姐，右边的是妹妹。你们不要看着我拍着，我跟你讲，我没有拍的时候我可不淡定了，我就跟你讲，就是尖叫，你懂吗？给你们见识一下白袍子怎么逗婴儿。大龙这个姨妈呢也挺厉害的，她生了11个孩子，7个男的4个女的，还有儿子现在目前在刚刚小学毕业吧，读初中，同父同母的11个啊。大龙家亲戚不管是爸爸这边还是妈妈这边的都是一夫一妻的，所以当我说出一个数字的时候一定是同父同母的啊。这对双胞胎的爸爸是做特警的，他们的妈妈特别好看，个子比较大，然后五官也比较大气。真的，我在中国的时候，不少人都说我像北方人，人高马大，俗称大块头。我在沙特这边，我的身材真的只能算是个小鸟。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小 baby 都打耳洞的，他们女孩子出生1个礼拜之内都会跟他们打耳洞。其实我觉得这样更好。第一个就是小 baby 不会去动他的耳朵，不会抓，然后就是他们愈合的非常快。现在这个小女生是那个男宝宝的姐姐，她的妈妈生了3个，她是老大。我让大龙去过干瘾啊，2个双胞胎同时抱一下，我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机会，走过路过别错过了。有很多人都会问我，沙特这边会不会重男轻女？怎么跟你们说呢？其实男生对于沙特这边来说的话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每个礼拜5男生都会聚集在一起，或者是去清真寺去做那个礼拜，都是男生。然后呢，家里有很多事情出面的也是男生。只能说男生对每个家庭来说其实他有他重要的作用，但是会不会重男轻女这一块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啊？我了解到的所有的家庭里面对女孩子真的挺好的，而且他们在财产分配这一块的话是绝对公平，不会只传男不传女，分到每一个人头上的份额都是固定死的%多少，就是跟父母对孩子的喜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要公平。在伊斯兰教里面，如果你做事情不公平，跟你做坏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吃着姨妈做的甜品，我自己在告诫我自己，这是我在沙特吃的最后一次甜品了。给你们看看沙特阿拉伯女人怎么带孩子啊，就是你在哪孩子在哪，环境再不适合睡觉也没有关系，他们可以照样睡。像我们中国人带孩子有时候就是细节太多了，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感觉到累，其实也是在细节上。出来以后我们去见了这家甜品店的老板，他想把这个甜品店开到中国去，并且在中国建立一个甜品工厂，他希望大龙可以帮帮他。要赶去机场，聊得比较匆忙，正式踏上回国的路了。散会。阔别已久的中国，我们终于回来了。耗时多长时间，遇到多少困难，人有多么疲惫，我不想计算和描述了。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回国人员其实回来面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大家也应该听了不少了，甚至有好多中国公民现在还回不了家，有的是因为航班，有的是因为熔断，有的是因为机票太贵，总之各种各样的原因。那像我们这种已经回来的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觉得吧，我们中国人真的是非常自律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这趟航班里面，90%以上都是中国人，而且几乎都穿了防护服和那个护目镜、口罩、手套全套的。昨天的视频有很多粉丝留言，都送上了我们回国顺利的祝福。还有一部粉丝呢，他表达了他的担忧，就怕我们回国了以后没有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和更新。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姐多的就是分享。好多人都已经开始私信给我了，已经迫不及待的想了解大龙家里到底做什么的，大龙到底做什么，我做什么的。真的不是我墨迹啊，我保证我在隔离期间一定把事情交代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先在这边跟大家澄清一下啊，我不是职业自媒体人啊，我是有其他工作的哈。我如果是职业自媒体人，我一个月不接他个8个10个广告啊。我不瞒大家说，我这几个月收到的品牌方的邀约真的很多，只要你能想得到的都找过我，你信不信？甚至那些品牌供应链的要我直播带货的都很多。但是我这个人也挺怪的，我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想推广。如果是我喜欢的，没有人找我，我也会推给大家。给你们看一下肉肉有多怂。不打针。不打针。
你跟医生说不打针。好的，我说不打针，肯定不打针。我跟医生说不打针。医生不打针。好的。到了中国海关检测 PCR 的时候，肉肉又被吓飞了一次。跟我们一起飞的，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有10来个沙特人。这时候大龙又义务当起了翻译。其中有一个沙特阿拉伯的妈妈带了4个孩子，这4个孩子呢，分别是3岁、4岁、13岁、14岁，全是男孩。他们的爸爸是沙特人，在北京的一所沙特学校里面做老师。他们彼此有1年多都没有见过面。我们比较幸运拿了一个套房，这是酒店唯一的一个套房。本来是想让给那个妈妈，但是只有1张床，他们5个人睡不下。你说连续生了4个儿子的妈妈，她是重男轻女吗？昨天有好多粉丝说的特别好，重男不轻女，为什么一定要想得那么扭曲呢？散会。特别感谢昨天那么多的粉丝都在欢迎我们回国，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觉我们祖国的温暖和怀抱和心胸。尽管我并不是在海外生活的公民，我是在中国生活的公民，只是因为疫情耽误了我回家的行程，但我还是想为所有的海外生活的公民对我们的国家说一声感谢。我想在这里感谢我所有的粉丝对我视频也好，还是我声音也好，还是我的叙述方式也好，还是我的性格也好的肯定。但是呢，昨天在我的视频下方的确有一部分的国人让我真的觉得很心寒，愤怒的同时为对方感到羞耻，不明原因的去攻击一些从海外回来的华人或者是公民。你们知不知道跟我同飞机的人95%以上全部都是中国人？你们要攻击所有回来的人吗？还是说只攻击中国公民但是跟外国人结婚的中国人？我知道这些人对我来说连个屁都不是，为什么我还要花时间精力去回这些人呢？我看不到的就算了，我看到了，我告诉你，我一定回敬。我要是客气呢，我就给你4个字，关你屁事。我要是不客气呢，对不起，我就会替你的父母教育一下你。真的，我呼吁一下所有的博主，不管你的粉丝几百个、几千个，还是几万个、上百万，不要把这种躲在阴暗处泄愤的人惯坏了，该骂的骂回去。像这种肆无忌惮在评论区让别人不快活的人，凭什么一次又一次让他们得逞？我自己真的没什么事情，我是什么样的，我自己和我的粉丝们都很清楚，我的情况和状况大家也都知道。但是那些真正在海外生活的人多心寒呀！我们不提那些出了国诋毁中国的汉奸，还有那种携款逃跑的，我们就说普通人，不管他们出国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学习也好，还是工作也好，还是因为自己的家庭也好，做错了什么？我想问一下，他们做错了什么？当我们的国家在封国的时候，全球的华人全部都在行动去支援中国，不知道吗？不看新闻吗？不去调查吗？不去搜索吗？当时我人就在沙特，跟我联系的很多都是海外同胞，我都不认识，他们也想捐赠口罩回中国，所以说会心寒呐。那个时候你们在欣然接受捐献的时候，怎么不骂呢？我们现在谈的不是那种拿着钱跑路或者是在外面的汉奸，所有在海外工作的华人或者是公民，其实他们非常维护祖国的尊严，跟一切诋毁中国的言论做反抗，不停的在传播中国的一些正能量。不要说是我了，就是我老公大龙，他就算是在推特上还是 Facebook 上任何一个社交网站上听到任何诋毁中国的言论或新闻，他会跟别人一直吵，一直试图为中国证明，甚至为那些不实的报道感到愤怒，比我这个当事人还激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谁都没有特权，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祖国的怀抱。从我们入境中国的那一天开始，不管是海关的工作人员还是医护人员，他们都会对着我们说一句欢迎回家，带着微笑，深深的对他们鞠一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再强调一句，我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但是有原则，绝不会姑息养奸。散会。